又见面了。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了解生命实相是空性，然后呢？我要干嘛？继续安住在空性，然后呢？会有什么结果？继续安住在空性，就有一天会开悟啊。那开悟了，然后呢？还不是一样要吃饭、要生活、要睡觉，还是一样是人啊？然后呢？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不就是一直然后下去吗？比如说我们读完幼稚园，然后呢，那就上小学啊。上小学之后念完了，然后呢，然后就上初中。上初中之后，然后呢，上高中。上高中之后，然后呢，上大学。大学就可以好好的玩了。大学校园很精彩啊，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毕业了。在台湾，男生就要去当兵了。当兵完，然后呢，就出社会了。出社会之后，就开始找工作。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然后就努力向上，奋发图强，耶！然后，哇，努力就会有回报。那终于升上了主管。升上主管，然后呢，可能就遇到一个适合的对象，然后结婚了，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呢，再努力工作，因为家里要养家糊口，需要更多的金钱，然后就打拼，哇，终于升上经理了，哇，好棒啊，升到一个大主管了，太棒了，恭喜呀，恭喜！我们好有默契啊！对呀。值得恭喜，对吧？然后呢？然后就这样一直工作下去，工作回家吃饭睡觉，工作回家吃饭睡觉。然后呢？然后有一天，终于熬到退休了，领了一笔退休金，可以养老了。这时候终于自由了，但是体力已经不行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不需要每天出门工作，然后工作完回家就累了，就要睡觉了，日复一日这样子循环，不需要这样子了，自由了。自由了，然后呢？但是体力已经不是年轻的时候的体力了，所以就出国去玩啊什么啊都没力气了，然后就死了。然后呢？小孩也长大了，小孩又结婚了。抱着孙子，然后还有孙子，还有孙子，哇，孙子好可爱，哇，好久没抱到这么小的小孩了，哇，好开心哦。然后呢，儿子、女儿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然后不太愿意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就搬到外面去住了。两个老伴就在一起这样子，每天就到后面的山上啊去。找一个步道啊，然后走一走啊，这样子。这听起来还算蛮幸福的啊。蛮幸福的啊。但是，然后呢？就死了。就死了。哦，终于死了。终于死了，你等很久是不是？我讲那么久，然后你想说，终于讲完，终于死了。没有，还有，然后呢？死了，然后呢？以为什么都没有了，突然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那里，哇！然后呢？然后呢？投胎，就漂浮在那个虚空里面，很像做梦的时候一样，就出现很多幻觉。那幻觉哇，来来去去这样。然后呢？不小心被某一个幻觉吸引，砰，又去投胎了。投胎了，然后呢？不小心，真的很不小心，投胎变成一只小狗。然后呢，生出来了，哇！然后吃着狗妈妈的母乳，哇，好好吃啊，好开心。然后呢，就忽然被一个所谓的主人抱走了，就被一个主人收养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呢，就看到人类，就跟人类玩在一起。然后呢，然后就死了。这么快啊？为什么他这么快？太长了。太长了，太久了，讲太久了，实在是快点拖戏，拖戏，一直拖戏。我要问的是，然后呢？
没完没了的然后啊，生命没完没了，人生结束之后可能你要变成狗生，狗生结束之后是不是又变回人生，还是变成天人生，不管什么继续生活，然后又开始了一些蛮固定的情节，这个然后没完没了。所以刚刚问到说为什么要讲这么一长串，就是要来问说然后呢，到底为什么要然后呢？要解决这个然后呢，要有什么方法？这个古时候从佛陀的时代，他为什么要离开皇宫去寻找？到底寻找什么？就是解决这个然后呢？哦，这样啊？对，发现人生生老病死啊，其实都蛮多苦的，这些苦一直来来去去，一直循环，下辈子又来一次，然后又循环，没完没了的然后，所以他要来解决这个然后呢。我们讲了半天，就是要用方法来解决这个然后呢。那我们之前在很多影片里面，我们都有说到，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一个故事。刚刚讲了那么多然后呢，人是一个故事，然后变成小狗也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真正看着这个故事的那个其实没有动过，所以这些故事在那边一直循环，然后呢要找到完全能够斩断这些然后呢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找到离开这个故事还能够存在的状态。佛陀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然后一直传到现在，这个就是解决然后呢的方法。到底问说安住在实相有什么作用？作用就是有一天你会契入这个实相。契入实相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从人生的故事脱离出来，你发现你不是故事里面的那个主角，你是看着故事在运作的那一个。讲到这个，稍微讲一下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开悟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我只说这段话里面的2句话就好了。一句话叫做何其自性，本无生灭，的意思就是哇，多么伟大多么棒的自性啊，本来就没有生灭。生灭的意思是什么？生就是开始，灭就是结束。我们人生每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每一个都是开始跟结束。开始念小学，然后小学结束，然后你就去念初中，所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情它都有开始跟结束，所以就是没完没了的然后呢。那这个的本无生灭是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生灭。他开悟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没有开始跟结束，那不就结了？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刚才说安住在自性有什么作用？自性本来就没有开始跟结束，所以他就没有然后呢。他怎么知道？他发现了，他契入了他的自性，他掉到自性里面去了。那个地方就是真的没有开始跟结束，就没有开始跟结束。他怎么知道没有结束的一天？因为他本无动摇，他永远都不会动，他就不会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就是我们看着我们故事的这个觉察，因为他契入了觉察，他悟到了这个觉察，他没有动摇，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不动的。那这时候他发现只要是这样子，所以他证明了他不会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因为全宇宙唯一不动的就是这个而已。会动的都有开始跟结束，然后不动的永远在那里，它就没有开始与结束。那这样子就只有这个没有开始与结束的能够超越生命，超越所有的故事。那刚刚讲说我要讲2句话，前面一句是何其自性本无生灭，后面有一句话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多么伟大的自性啊，能生出万法。万法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现象叫做万法。所有的现象是什么？刚刚讲到人生的故事里面所有的情节就叫做万法。这个所有的情节故事怎么来的？所有的现象，我每天买到的鸡腿便当从哪里来的？都是从自信里面去显化出来的，能生出万法。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每天过的生活是老天给我们的，其实不是老天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自信所显化出来的。所以每天我们过着不断循环的生活里面的所有情节都是这个自信所显化出来，它没有动，但是它能显化出会变动的那一些出来，这些就有开始跟结束，然后就在这些有开始有结束的里面，所有这些都是自信能显化出来的。那好处就是什么？我们安住在那个没有开始与结束的地方去玩开始与结束，你随时可以不玩，回到我们没有开始结束不动的这个自信，你也可以利用自信去生出万法来娱乐自己。代表什么？彻底的自由了。不动的这个它是一个圆满的，因为它从来不动，也从来没有开始与结束，所以它彻彻底底的是一个圆满的状态。我们在彻底的圆满里面玩这些现象，跟我们现在人生不同。我们人生一直在寻找那个彻底的圆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有一个让我们自己能感觉到圆满的结果，但是都找不到，因为在人生故事里面并没有这个彻底的圆满。你就算赚到了很多钱，然后你身体健康可能也会出问题，一切都不是完全圆满的，钱也不能给你带来完全的圆满。所有事情在人生的剧本里面都没有那个彻底的圆满，所以我们就会一生一生拼命的找，偏偏那个东西不在人生的故事里面，而在外面。你回到那个没有动摇、没有生灭的这个彻底的圆满，那你就没事了，就彻底的圆满了。彻底的圆满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会有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彻底的圆满，找完这个，然后没有圆满，再找这个，然后呢没有圆满，再找另外一个，一直寻找下去，一辈子都没有解决这个圆满的问题。直到有一天你认识了什么叫做自信，你跳出了生命的故事，你发现真正的圆满原来就在那里，你就解决了这个然后呢。所以找到自信，安住自信，开悟了，到底要来干嘛？就是用来解决这个然后呢，就是这样。今天就把这一段话带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契入生命的实相，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然后呢。所以你就不需要再想我开悟了，然后呢，没有然后了，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安住在那个圆满的地方，就是这样。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大家哦，拜拜。拜拜。